3年前，我林彩礼裸凤嫁进沈家，老公却和我提出要 AA 制，各养各妈。直到今天，我才发现 AA 制从来都只约束我一个人。空的！你给我侄儿的红包是空的！林婉，你今天空着手上门，红包全是假的，你存心让老子在所有亲戚面前抬不起头！说，你买的那些翡翠、黄金、人参、烟黄都去哪儿了？立刻给我拿出来！沈怀川，你记不记得3天前在医院的走廊上，你跟我要了什么？30公里路，油费、路费、人工成本、汽车折旧，一共5000。林婉，扫码吧，我又不是他亲儿子，外姓人帮忙没有白干的道理。你千万别赖账啊！咱们之前说好 AA 的，少1分钱，我立刻报警。沈怀川 ，AA 制养老协议是你起草的，白纸黑字写着谁父母谁负责。我爹住院，你开车送一趟都要收5000辛苦费。你妈想要人参燕窝，凭什么赖在我头上？林婉，做人要讲良心。我家花了天价彩礼把你娶进门，你倒好，大包小包往娘家送，回婆家空着手，你拿我们沈家当什么提款机吗？就是啊，嫂子，你那刚买的10万翡翠和黄金首饰呢？别是偷偷藏起来，准备偷偷补贴你那个快死的老爹吧？彩礼真好笑，我明明是林彩礼裸换嫁进来的，连办婚礼的钱都是我自己出的，我1分钱都没见过，哪里花了你们沈家1分彩礼？你放屁！当年你家还有180万天价彩礼才肯领证，我借了一屁股债才把这188万凑齐，这笔钱我全部打进了怀川的银行卡里，你怎么可能没收到？怀川，钱不是打进了你的卡里吗？别说了，大过年的吵什么吵？沈怀川，你拦什么？我也想知道那188万彩礼到底去了哪里。养老协议，夫妻双方无照顾对方父母之义务，养老衍生费用由个人承担，不得动用夫妻共同财产。老婆，来，先坐下。这可是我特地找律师起草的，全是为了你好。天底下哪对婆媳没矛盾？你进门喊她一声妈，到底不是亲生的，毕竟人心隔肚皮嘛。我不搞孝心楚包，绝不让你伺候公婆。将心比心，你爸妈我也不多管，各管各家，多公平。可我是独生女，赡养我爸妈是我的责任。你家5个孩子，你是老幺，你爸妈病了也轮不到你出力。这协议对我爸妈……这你更不用担心，咱俩把小日子过好就是最大的孝顺。签字吧，老婆，信我，绝对亏不了你。那时候我真的信了，信他会跟我各管各家，信他说的公平。8年感情，我以为他是真心。老婆，跟你打个商量呗，你看那18.8万的彩礼，要不也算了吧？算了，沈怀川，结婚前咱们可都说好了，这彩礼我爸妈1分不要，全让我带回来当小家的启动资金。爸妈供我读学买房已经掏空积蓄了，赚钱实在不容易，咱们何必为了走个形式多此一举呢？可这是我爸妈要的体面。老婆，我爸妈真不容易，为了买这房积蓄全掏空了，还借了一屁股债，我是实在没办法才跟你开这个口的，我求你了，我沈怀川对天发誓，这辈子要是辜负了林婉，就让我天打雷劈，不得好死。8年了，老婆，你还不信我吗？等以后咱们日子好了，我加倍补偿你，行不行？行了，起来吧。8年了，我信你。钱的事儿就这样吧，只要咱俩好好的，日子总能过下去。老婆，我这辈子一定对你好。姐夫新年好，我的压岁钱红包呢？我可等了一整天啦。林婉，你家亲戚都是上门打旋风的乞丐吗？沈怀川，你发什么疯？非亲非故的，也好意思张口跟我要钱，真不愧是农村出来的，穷酸味都刻进骨子里了，2颗眼珠子成天就盯着别人的钱包转。沈怀川，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儿！今天是大年30，一个小孩子问你要个新年红包，几百块钱而已，又不是要了你的命。你至于在长辈面前发这么大脾气吗？至于吗？搞得好像我娘家占了你多大便宜一样。我告诉你，沈怀川，
今天这顿饭你不吃可以滚。你跟我这装什么失忆呢？婚前咱们白纸黑字签过协议，各管各家，我凭什么有义务为你的穷亲戚掏钱？你们这种农村人我见多了，就是扒在老子身上吸血的吸血虫，甩都甩不掉。吸血虫。沈怀川，你真有脸说出这3个字啊！既然各管各家，你妈除夕那5000红包我送的，还回来；母亲节2000礼物我买的，还回来；爹生日8000贺礼我出的，还回来。这几年你们家侄子侄女的新年红包全是我给的，现在立刻马上转账打给我。那能一样吗？林婉，你别在这里混淆视听。我妈平时对你还不够好啊，成天好吃好喝的供着你。你作为儿媳妇，逢年过节买点东西孝敬她，难道不是你应该做的吗？那我妈对你就不好了吗？当年嫁女儿的时候，我妈心疼你买房没钱，连1分彩礼都没问你要，高高兴兴把女儿送进你家。可你呢？咱们结婚整整3年了，每一次回我娘家，你手上买过哪怕1文钱的东西吗？你少在这里算总账。林婉，你可别忘了，你家就你这么一个独生女，你爸妈那点未来的养老钱和家产，以后不还是只能留给我这个女婿来继承吗？他们现在既然没儿子，为了自己晚年着想，提前上赶着多扒搭我，多讨好我，难道不应该吗？这破地方，这顿饭老子不吃了！被媳妇儿轰走，心碎求收留，原则问题不可打破，倒贴娘家何时是头？林婉，娘家哪有小家重要？切莫因少失大，沦为下堂妇，遭人耻笑。沈怀川托你的福，今年大年初2，我爸妈成了全亲戚的笑话。哎，老林啊，你都这把岁数了，钱哪有你女儿的婚姻幸福重要啊？哎，就是说啊，啥年代了，你家又不是卖女儿，哪能天天逼着女婿要钱花呢？看把人家逼的。李婉，你给我听好了，我儿子当年不嫌弃你是个农村村姑，放下身段娶你，你们全家都该感恩戴德。你们林家不能仗着我儿子老实孝顺，就变本加厉的欺负人，天天算计他的钱。妈，你说谁变本加厉算计？婉婉，随他们去吧，界限分明其实是好事儿。小沈不是说了吗？各管各的，那以后你也不用费心去和公婆妯娌处关系了。行，那就各管各的。这些年不管我怎么做，沈家那些亲戚都看不上我，在沈家人眼里，我是农村出来的，配不上沈怀川。热脸贴冷屁股这么多年，也该够了。林婉，你是不是疯了？你凭什么把咱爸妈的微信拉黑了，还退了家族群？你赶紧给我加回来！他们年纪大了，需要人时时刻刻嘘寒问暖。万一真出了什么事儿，这个责任你担得起吗？谁爹谁管？这不是你沈怀川亲口说的吗？我管不了你们沈家的家事，你自己想办法去床前尽孝吧。林婉，早饭呢？爸妈以前不是每天早上都来做好了送过来吗？今天人呢？我妈说了，婆婆说的对，以后小两口的生活，他们老人就不掺和了。他们啊，已经把你全家都拉黑了。拉黑？他们凭什么拉黑我？就凭各管各的。我上班去了，你自己慢慢找衣服吧。林婉，你到底是怎么干活的？我说过多少次了，洗衣服之前把口袋里的东西掏干净。你耳朵是摆设吗？你没长脑子吗？你疯了？你是不是疯了？你狗叫什么呢？嫌洗的不好，有本事你自己洗啊！你不长手吗？我每天上班累死累活，回来还要面对这满地狼藉。你看看这个家像人住的地方吗？你娶我没花1分钱彩礼，我爸妈现在也不用你照顾，饭是我做的，衣服是我洗的，地是我拖的。这段婚姻里有没有你沈怀川有什么区别吗？
我犯得着把你当老爷供着？那是我第一次发现沈怀川口口声声的公平，原来是指他占便宜我吃亏的那种公平。爸妈，之前是我狭隘了，你们千万别跟我一般见识，咱们到底是一家人，没必要算得那么清楚。老婆，我以后再也不阻止你补贴娘家了，但公平起见，咱们得一碗水端平，你家有的以后也得给我父母留一份，你看行吗？小沈啊，你能这么想，日子总归能安安稳稳过下去。既然你今天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我也不是不讲理的人，以前的事儿就翻篇吧。妈，这是怀川特地让我去商场挑的名贵燕窝和人参，给您和爸补补气血。哎呦，我就说嘛，还是我儿子最孝顺，娶了媳妇儿也时刻把亲娘挂在心尖里。哎呦，弟妹，这好东西平时可不便宜，今儿个怎么这么大方啊？那段时间我真以为日子能回到正轨了，可我忘了，一个处心积虑要吃绝化的人，怎么可能会满足？爸妈，你们醒了正好，赶紧把账结一下。从咱家到医院一共30公里路，算上我来回的油费、过路费、人工、万工成本，还有汽车磨损折旧，共计5000块。沈怀川，你疯了吗？我爸才刚刚抢救过来，你在这要什么辛苦费？我怎么了？爸妈，你们向来最明事理了，可别因为这点辛苦钱坏了我们两家人的关系。我开30公里车把人送过来，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沈怀川，你平时把我爸妈当免费保姆和司机使唤的时候，你怎么不需要给报酬？合着在你眼里，你还有2套标准呢。别人活该免费伺候你，轮到你付出一次就得锱铢必较的要钱。你少在这对我进行道德绑架！谁求着你爸妈来干活了？是他们自己上赶着来伺候人的，推脱不掉，现在成我的错了。你爸妈现在都为我们小家奉献，那理所应当，我不欠他们什么，钱类可以滚啊！以我的工资，难道还请不起保姆吗？老林，你别吓我呀！医生，快来人啊！5万块精神损失费。沈怀川，你要不要脸？林婉，这5万块是精神损失费，是你们全家羞辱我应该付出的代价。妈，沈怀川在医院把我爸气到再次昏迷，还私自划走了我卡里的5万块钱，你就不管管你儿子吗？我觉得怀川做的没错啊，林婉，你早就该摆正自己的位置，早点和你的原生家庭割先了。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你以后管好我和你爹就够了，旁的用不着你费心。妈，那是我亲生父母，难道他们病了死了我都不能管吗？这是命，你得认。再说了，叫你爸别花钱治病了，本来就没多少家产，现在全花在医院里治病了，以后我儿子还能继承到什么遗产？沈怀川在家作威作福，拿着我娘家的补贴肆意挥霍，到头来还要反咬一口。离婚还是太便宜你了。行了，别在这守着了，大过节的会不会行？赶紧收拾收拾，跟我回家吃团圆饭。东西都准备好了吧？妈气血不足，你买点人参燕窝给她补补。爸想要个鱼干，侄女挑了几件新衣服，清单发你手机上了，你仔细看好，千万别漏了。你放心吧，这次家宴我一定好好的给你长脸。老婆，你就是太爱钻牛角尖了。女人这辈子是没有家的，就算是独生女，娘家再强势，嫁人后也得仰仗女婿生存。你爹防备我，怕我惦记你家财产，可那又怎样？法律规定，我享有同等继承权。等他死了，你家的存款还不是要分我一半？我爸这会儿还没死呢，他就惦记上遗产了。你不拎东西吗？礼品去哪儿了？我怎么没看见呢？看不见就对了，我压根没买。没买？你他妈几个意思啊？林婉，我看你是被娘家迷了心，
成天只想着你爸那个老不死的，自家的事一点不管。快到饭点了，再买礼物也来不及了，你这样空手去，旁人怎么看我？你爸妈的事儿，你当儿子的不上心，总指望着我这个外星人做什么 ？AA 养老协议是你要签的，当初说好了谁父母谁负责，走亲戚人情往来不属于我该管的范畴。之前让你占了几年便宜，这笔账我还没算。就你这态度，还想我倒贴？滚去做梦吧！笑死！他莫名其妙发个总价8000的购物清单，我不拉黑就不错了，难不成还要自掏腰包买齐替他做人情？乖儿回来啦，又给妈带什么好东西啦？怀川最孝顺了，我们都比不上，每次来都是大包小包的。都是一家人，礼轻情意重。想来婆婆也不是注重细枝末节的人。人都到齐了，先吃饭吧。林婉，傻站着做什么？还不快吃饭？谢谢妈给我让座，那我就不客气了。妈，这是送你的5颗黄金项链。还是亲女儿懂事儿。我这把老骨头哟，走到哪都遭人嫌，不指望媳妇儿孝顺，不苛待我就谢天谢地了。林婉，我妈哪里得罪你了？你非要逼死她才满意吗？别吵了，小事而已，她不送你就算了，我不强求，我只是心疼你啊，乖儿。前几天我亲眼看见她给娘家买了10万块翡翠黄金，刷卡时眼睛不眨一下，这可都是你的钱呀！败家娘们儿，给我妈磕头道歉，立刻把翡翠黄金拿回来，我还能留你一命。否则你就等着被我扫地出门吧。就是啊，林婉，这事儿确实是你不对了。你既然嫁进了沈家，不安心伺候公婆也就算了，怎么整天还干着吃里扒外的勾当，倒贴娘家？这不就是典型的白眼狼吗？白眼狼，巨额彩礼！你们少在这给我血口喷人，编造谎言！这是造谣污蔑，我要报警离婚。怎么可能？当年不是你说农村彩礼高，非要188万彩礼才肯领证吗？这钱我一分不差，全打进怀川考里了。你怎么会没收到？这是造谣，这是污蔑！沈怀川，你当众打我，你们沈家全家合伙污蔑我！我要报警，我要跟这个畜生离婚！怎么可能？林婉，你少在这红口白牙的说瞎话！这年头，谁家娶媳妇要花这么多钱啊？我当年也是被逼得没办法，为了要儿能娶上媳妇，我连自己的老脸都不要了，卖房背债，那点养老金也全搭进去了。你现在跑来跟我说你没见过这笔钱，这绝对不可能！我当年的银行汇款单现在还锁在卧室的保险柜里呢。林婉，这事儿妈确实没撒谎。当年汇款的时候，我和大哥都在场，看着妈一分一厘打过去的。做人得讲良心。你既然拿了沈家这么多钱，现在不认账是怎么回事？就是，我妈虽然平时嘴巴毒了点，但对你绝对没话说。咱家那么多媳妇儿，谁拿过这么大笔彩礼？你们结婚，她借钱也要给足你体面。这188万本来是单独给你娘家的，没指望你带回来。我妈平时对你严苛点怎么了？她花了那么多钱，难免对你要求高些。难怪啊，难怪结婚3年，我无论怎么伏低做小，怎么掏心掏肺的对你们，你永远看我不顺眼，永远觉得我是个贪得无厌的儿媳。原来是你们沈家出了个好儿子，在中间当了差价商，两头骗，故意败坏我林婉的名声。既然我怎么说你们都不信，那简单，报警，让警察来查，查188万到底进了谁的卡，查是谁从头到尾在撒谎。沈怀川，你敢让警察来查吗？我不管，188万，谁拿了都得给我吐出来！我是外人，就算证据确凿了，你们也不会相信。彩礼钱我没见过，更别提带回娘家。与其无休止的扯皮，不如报警来的干脆。是非黑白，自有公断。林婉，你差不多得了，彩礼可以慢慢找，这么多钱还能丢了不成？家丑不可外扬，你收天价彩礼本来就不对。真要闹上法庭了，你又能得几分好？妈，你赚点钱不容易，为了凑齐188万，至今都在用养老金还贷。现在这钱消失的连点水花都不见了，你真的半点不着急吗？
嫂子，你已经当了好几年支行客员了，像我这种寄居卡，单笔交易额可以超过10万吗？妈，林婉没说谎，她的流水是真的，那笔彩礼钱真不在她账上。既然都没拿，钱还能凭空消失了不成？必须报警！等警察来了，我倒要看看是哪个不要脸的货色敢偷我的钱！家贼难防，你要找的小偷就站在你面前呢。涉案金额多少188万！全部带回警局。丧门星，连钱都管不住，天要亡我沈家啊！到底是谁偷了我的钱啊？我这个儿媳一进门就没好事儿，连家里的钱都看不住。老婆，你觉得这事会不会……妈，要不这警咱们不报了，先算了吧。算了，那可是188万，不是188块，怎么能算了？算，大嫂，这世上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犯了错就该受到惩罚，不是吗？大嫂，你也是女人，你应该明白，在大过年的团圆饭桌上，当着所有亲戚的面被丈夫甩一掌是多大的羞辱。你们以前之所以觉得我被使唤都是活该，无非就是觉得我拿了沈家188万彩礼是卖进你们沈家的。可现在我1分钱没见着，却替那个真正拿钱的人背了3年的骂名，挨了这记耳光，你说我亏不亏？谁是沈怀川的家属？警察同志，抓到小偷了吗？沈怀川已经招供了，涉案的188万资金自始至终都在沈怀川个人银行卡里。妈，你醒醒啊！快叫人过！沈怀川，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人啊！结婚这种一辈子的大事，你居然连我也骗，你还是个人吗？妈，我这也是为了防备林婉啊，我怕她手里有钱就乱花，这才把钱挪到我卡上，想着先帮她保管着。保管？你放屁！你这不是明摆着的坑蒙拐骗是什么？当年你非要娶林婉，我不忍心看你打光棍，舍下我这张老脸，东拼西凑卖了咱们家的2套老房子，连棺材本都搭进去了，才给你凑够了那188万彩礼。现在倒好，人家压根没图你钱，那我和你爹这几年穷的连肉都买不起算什么？算我们能吃苦吗？哥，你真的太过分了，天底下哪有人娶媳妇不给礼金的？给多给少那是心意，你怎么能一点不给？那不是吃软饭吗？沈怀川何止是吃软饭，他那是软饭硬吃，还想侵吞我父母的财产。我这也是为了林婉好，她是独生女，花钱大手大脚，还喜欢倒贴娘家。我要不管着，钱会给她败光，到时候全家都得喝西北风。再说了，彩礼和嫁妆本来就是小家的启动资金，放我这儿和放她这儿有区别吗？沈怀川，你闭嘴吧，还嫌不够丢人的吗？人家姑娘嫁给你是来正章过日子的，你左防防右算计，真把自己当皇帝了？照你的说法，当年你姐姐结婚，彩礼我也不该要喽？那可不行，你不要彩礼，我将来拿什么娶老婆？警察同志，都是一家人，别闹这么大！报警记录写得很清楚，盗窃、诈骗涉案金额巨大，转账备注写的是彩礼属于婚前财产，家属关系不构成免责理由。不知为何我没觉得畅快，反而有些难过。这个曾经幸福的大家庭，终究是毁在了沈怀川手里。搬家公司嘛，来一趟，把这些东西送到沈家。对，现在。如果报警写的是盗窃诈，汇款又备注彩礼，这种情况怎么判？先看钱的性质，备注了彩礼，这笔钱通常会认定为婚前财产。如果沈怀川明知不是自己的钱，还蓄意隐瞒转走占有，就不是夫妻间简单的财务纠纷。再加上金额大，3、5年内很难出来。怎么伤的？家暴、验伤、留记录。林婉，我知道错了。沈怀川，晚了。
林婉，是我们没教育好儿子，看在过去的情分上，你去见他一面，有什么话说开就好，没必要闹到离婚的地步。自恋会遗传，这群人不会真以为我天性下贱，被人羞辱了还要上赶着原谅吧？可看着这封协议书，我思量再三，还是去了。婉儿，我就知道你不会放弃我的。之前是我不好，辜负了你的真心。现在我明白了，你才是世界上最贤惠的女人。沈怀川，我再也不是刚毕业那年心甘情愿陪你吃苦的蠢货了。你为什么不肯给我彩礼呢？我婆婆亲口告诉我，这188万彩礼里包含了我们出国办海盗婚礼的费用，还包含了买全款房的费用。她说是你再三她老人家面前强调，说是我虚荣，说是我林婉非要去国外结婚，非要全款买豪宅。我们结婚那年，你跟我装穷，说家里没钱，我为了给你省钱，我的结婚钻戒是租来的，我的婚纱是租来的，甚至连我们现在住的这套房子的首付还是我家出的。不是这样的，你把我想得太坏了。我当时想着先把这笔钱瞒下来放我这儿，增加我们小两口以后过日子的抗风险能力，我这才撒了谎。我的本意是好的，我真的是为了我们的小家着想，我只是用错了方法呀。沈怀川，你明明卡里躺着188万，你却逼着我拿出所有去付出。你把我当成可以随意踩踏、肆意剥削、任你整顿的妻子。我不签，林婉，老子死也不签。咱们8年的感情，我不过就是一时糊涂动了点心思，你至于做的这么绝吗？你不能这么绝情。绝情？沈怀川，当年你逼我签 AA 制养老协议，眼睁睁看着我为了还房贷省吃俭用的时候，你怎么不觉得自己绝情？你整天嫌弃我抠门，嫌弃我计较，你也不撒尿照照自己。你又不是什么天仙，不过就是个生在农村的普通村姑。谅解书，那是我的谅解书，对不对？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是有我的，你快签了它！只要你签字放我出去了，我向你保证，只要我出去，我以后一定好好对你，再也不提 AA 制了。沈怀成，你真是贱得让人叹为观止。不要理我，你干什么？住手！你给我住手！不，林婉，你这个疯女人，你疯了，你疯了吗？沈怀川，既然你不肯体面的签字离婚，那咱们就直接法庭上见。你放心，你判刑那天，我一定会亲自到场。反正我林婉有的是大把的时间和金钱，陪你慢慢好。下半辈子，你就在监狱里好好忏悔吧。无法感受林女士，判决结果出来了，沈怀川数罪并罚，一审判处有期徒刑3年。对方当时在法庭上彻底崩溃了。张律师，谢谢你，真是辛苦你了。林婉，从今天起，你自由了。我知道了。终于，我心中这个大石岛落地了，一切都要结束了。沈怀川，我的老天爷啊，怎么会这样啊？房子没了，怀川的工作也没了，这让我这老婆子以后怎么活呀？妈，您就别哭天抢地了，怀川那是自作自受。您看看这通知，单位连夜发了内部通报，说是要以儆效尤。怀川以前在酒桌上天天吹牛，现在好了，188万的丑闻通告，沈家的脸都被他丢光了。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二哥名下的那套婚房都开始依法拍卖了，那是妈掏首付的，名义上是他的首付，可人家林婉婚后跟着还了3年房贷，法院人家算得清清楚楚，拍卖款里还贷折现的那部分一分不少全退回给林婉了。哼！妈，大哥，我把话放这儿，沈怀川有案底，这辈子都翻不了身了。我和大清还要过日子，你们要是再把怀川那些债务往我们身上揽，咱们今天就分家。你这个不孝的媳妇儿啊！
张律师，他签了吗？还没有。没关系，我手里多的是时间，那他就老老实实在里面待满3年吧。妈给你3天时间，立刻搬走。弟妹啊，我是大嫂。那个怀川的事情，妈最近气得身体差得很。你看看，这你和怀川的离婚证没下来，大家就还是一家人。妈毕竟都70多的人了，那套房子能不能让妈先住着养病？大嫂，你是不是忘了，当年领结婚的时候，沈怀川在所有人面前拍着胸脯吹牛，说男人要白手起家，绝对不靠岳父岳母，死活不肯住我家陪嫁的那套全款房。我爸妈心疼他有志气，这才把手里闲置的一套拆迁房，以低于市场价1半还要多的象征性租金租给你们公婆住。结果呢，我婆婆在里面心安理得的住了整整3年。这3年里，她可曾给过我爸妈1分钱的房租？哎呀，弟妹，你瞧你算得这么清干嘛？那房租不给，也都是因为大家是一家人嘛。一家人？沈怀川当年在微信里跟你们商量怎么算计我，怎么吃我娘家绝户的时候，怎么不提大家是一家人？现在沈怀川进去了，你们想起是一家人了？3天后，如果到时候屋里还有人赖着，别怪我直接叫人把东西全部扔到大街上。轻点吧，砸坏了你们赔得起吗？明晚，你终于来了。我给过你们3天时间了，屋里还有东西吗？没有的话，把大门钥匙交出来。大家快来看看呀，都来瞧瞧这个狠心的白眼狼啊！我儿子的离婚证还没批下来呢，你林婉就还是我们沈家名正言顺的媳妇儿。你爸名下在老家分了7、8套拆迁房，空着喂耗子都不让我们这些长辈住。我是你婆婆，法律上规定你对我有赡养照顾的义务。哎呦，这儿媳妇看着挺体面的，怎么把人往街上赶呀？也太不像话了吧！大嫂，你妈眼花看不清，你字总归是认得的吧？你给我一字一句的读出来，这上面写的是什么？这份 AA 制养老协议是当年结婚领证前沈怀宇特意找律师起草亲笔签名的原件。夫妻双方均无照顾赡养对方父母之义务，因养老产生的一切费用均由个人独立承担，不得动用夫妻共同财产与家产。这确实是怀川的字迹。抱歉妈，这是您当年最宝贝的儿子沈怀川亲手给我设的局。我林婉今天还真就没那份赡养您的义务，您要怪就去监狱里怪您那个好儿子吧。按照婚前协议，我和沈怀川各自赡养彼此的父母，可他总爱占我便宜，多次使用我的银行卡购买过门凶包，我有权追回。如果不想闹上法庭，就自觉把钱还给我。林婉，怀川都坐牢了，你跟我们算这些有什么用？大嫂，当年我可是在沈怀川手机上看到他跟你说，独生女就是个存钱罐，娶了林婉1分钱不用花，稍微欺负他一下，岳父岳母就上赶着送钱了。我不想多评价他的品行，你应该比谁都清楚银行流水的法律效力。这些钱，沈怀成用在谁身上，谁就是不当得利受益人。现在，立刻把钱转给我，一共38500元。谢了，钥匙。咱们明人不说暗话，这事儿得走偏门，依靠网络舆论。只要咱们把林婉塑造成一个骗取沈家188万天价彩礼，逼得公婆卖房还贷，结果反手将丈夫送进监狱的恶毒老女，网上的舆论口水就能直接把她林婉生生淹死。到时候为了名声，她也得乖乖签字和解。对，就得这么干。林婉害得我们沈家鸡飞狗跳，绝对不能让她好过，必须让她身败名裂。大家来评评理啊！我那狠心的儿媳妇林婉骗了我们沈家卖房凑出来的188万彩礼，转头就把我儿子送进监狱了。我一个70岁的老太婆被他扫地出门，连饭都吃不上了。儿媳骗走188万彩礼，逼死公婆，反手将丈夫送进监狱。这种拜金女真是让人恶心。这可是你们自己送上门来的。
独生女就是个存钱罐，他们想要我以后送终，现在讨好我是应该的，还想要回报，门都没有。叫你爸别花钱治病了，反正也活不了几天，钱花光了，我儿子以后还怎么继承家产？女方实惨，嫁了快叉烧，爱和钱都没得到。谁说男人没心眼？这算盘打得可太响亮了。妈，完了，全完了！单位人事部打电话来说我涉嫌网络造谣、家风不正，已经被停职配合调查了。这是18.8万彩礼。林婉，你是个心软的好孩子，婚姻不易，且行且珍惜。你们有8年的感情啊，怎么能因为一件小事就被毁掉？大妈求你，再给怀川一次机会，他是喜欢你的，就是太年轻了，不小心误入歧途了。妈，你别求她，这种女人外头多的是，要彩礼的能是什么好东西？真爱与物质无关，我能找到一个不要钱的女人，就能找到第2个。林婉，你以为你赢了吗？一个2手货，白给我都不要。我实话告诉你，彩礼我是故意不给你的，反正你免费就能得到，我为什么要多花钱？婉婉，你是我这辈子唯一的媳妇儿，我的钱不给你花，我给谁花？那些回忆曾经那么美好，我不后悔离婚，我只是有些难过，在我一生中最好的岁月里，却陪伴在这样一个不值得的男人身边。轻舟已过万重山，我会走向更好的生活。老板，请问你们家咖啡现在还营业吗？营业倒是营业，不过你手里不是都已经喝上奶茶了吗？路过街口的时候嘴馋，没忍住买了一杯。不过我刚刚骑车过去的时候，发现你店门口这棵老榕树实在太好看了，骑过去好远，我又忍不住倒了回来。那个，我能在这里坐一会儿吗？不点单，就坐坐。我保证，明天一定来喝咖啡。认定你就是答案，我不怕谁插话我不管。老板，我没点这个，我这儿还有半杯奶茶呢。我请你的。那我就谢谢老板了。婉姐，今天上午有讲座，晚上我过来一起结账啊。林老板，我来看看你今天的拉花有没有退步成一团乱麻。周衍，你天天往我这儿跑，你们哲学系有这么闲吗？还有，你今年到底多大啊？天天跟着街坊叫我老板，不觉得把我叫老？你又没问过我年龄，这可不赖我。那在你眼里，我看起来像多大的？看着挺稳重的，说话做事也妥帖，像31的吧？那正好啊，你30，我31，咱们俩这岁数直接扯平了，正合适。谁跟你扯平了？少占我便宜，快喝你的咖啡吧。后面我才知道，他那年其实才27岁，比我整整小了3岁。我们一见钟情，相处大半年后，我们见了双方父母，彼此都很满意。叔叔，我敬您和阿姨。小周，好好对我闺女。她以前吃过很多苦。叔叔您放心，我一定绝对不让她再受半点委屈。这小伙子行，喝酒痛快，没那么多弯弯绕绕的心眼儿。林婉，这一下我们俩可是真的一辈子都分不开了。你看你这傻样。对了，老婆，我跟妈说你家的彩礼规矩，我妈听了挺感动的，她让我转告你。阿姨说什么？我妈说家里那套老房子她和我爸继续住，城东那套刚交房的新房子写你一个人的名字。周衍，这不合适，那房子是爸妈买的。老婆你别多想，这是我爸妈主动提出来的，写你名字他们老两口最放心。行啊，那我也跟你说个事儿。什么事儿？我怀孕了，上周去医院查的，2个月了。傻了？真的？老婆，我要当爸爸了。真的。小朋友拿好了。谢谢叔叔。林婉，天哪，真是你啊，林婉！你这都多少年没回老家过年了？阿姨好，新年快乐！哎呀，这你闺女啊，
长得也太漂亮了吧！瞧这大眼睛，嘴真甜。来，阿姨请你吃大糖葫芦，拿着吧，跟阿姨说谢谢。谢谢阿姨。林婉，你现在去南方开店，日子过得是真滋润。我去年刚生了2胎，家里天天跟战场一样。对了，林婉，你还记得沈怀川吗？记得。怎么了？他前几年就出狱了，这事儿你听说过没？听说了。他出来之后一直想找媳妇儿，结果相亲了无数次，人家姑娘一听他当年因为偷老婆彩礼坐过牢，有案底，当场提着包就跑了。后来他大哥嫌丢人，做主给他介绍了一个离过婚、带个儿子的女人，结果人家女方嫌弃他连个体面工作都没有，也给言辞拒绝了。他现在过得可惨了，听说在城中村最深处租了个发霉的地下室，1个月勤死累活也就挣那2-3千块钱，连他自己都快养不活了。你说他当年在咱们学校好歹也是个风云人物，怎么就混成今天这副鬼样子了呢？他脑子好像真出问题了。都穷得揭不开锅了，还成天闹着要找对象。他找了婚恋机构，交了5000块介绍费，提了一大堆要求。闹到最后，他还是结婚了，找了个家境殷实，但是有残疾的女生。他上次特地托人给我送喜帖。没了你，我只会找到更好的人。林婉，你现在回头，我允许你做我的小三儿。我翻了几个白眼，当天就把全家福给他寄了过去。我才懒得理他，这人就是贱得慌。爸爸妈妈，你们快进去吧，到那边给我们打电话，旅途愉快。林婉，老公，走吧，我亲自下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清蒸鲈鱼。好，都听我老婆的，咱们回家。